如果你曾经搜寻过 House 音乐，一定有过同一个疑问 ：Deep House、Tech House、Progressive House， 甚至 Tribal House， 到底 House 为什么可以分这么多种？是不是每个 DJ 都在发明新的名字？其实不是。今天我想带大家回到40多年前，看看 House 音乐是怎么一路演变成今天这样的大家族。1980年代 House 诞生在美国的芝加哥，当时根本没有人说我是 Deep House 或是我是 Tech House， 大家只知道这就是 House。DJ Frankie Knuckles 把 Disco、Soul、Funk 和电子鼓机结合，让舞池的人可以一直跳舞。所以最早的 House 其实只有一种，这就是40年前 House 最早的样子。可是电子音乐一直在进步，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后来有人加入了 Jazz， 有人加入了 Techno， 有人加入了非洲鼓，有人加入了大量的旋律。慢慢的 House 就像一棵树，很多的分支，并不是一个消失了，下一个才出现，而是同时的一起成长。只是在每个年代流行的声音不同。到了90年代 ，House 开始变得更柔和，加入了更多的 Jazz。Soul 舒服的人声，温和的和弦，这也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 Deep House。如果你经历过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应该会有印象，很多的 lounge bar、饭店的 lobby， 甚至精品或 fashion show 开始播放这种音乐，所以很多人会以为 lounge music 就是 deep house， 其实不是，只是在那个年代 deep house 刚好成为很多 lounge 空间最受欢迎的音乐之一。House 从芝加哥诞生之后，很快就传到了英国。80年代末，英国因为 Acid House 的兴起，整个夜店文化开始快速的发展，越来越多的 DJ 开始接触到 House， 也开始加入更多的旋律、更多的情绪，让一首歌像一个电影一样有起承转合，有故事。于是到了1990年代，一种新的声音慢慢形成，大家称它为 Progressive House。 所谓 Progressive 不是速度更快，也不是很激烈的那一种，而是音乐会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慢慢的堆叠，最后把情绪带到最高点。所以很多人会把它形容成一场音乐旅程。当时 Sasha、John Digweed、Dave Simon、Nick Warren 都是在那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 Progressive DJ， 他们开始把整晚的 DJ set 变成一场旅程，2个小时、3个小时，甚至更久，让每一首歌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我相信很多夜店老咖如果看到 Global Underground 或 Rhythm Song 应该都很有感，那不只是混音专辑，更代表当时的 Progressive House 最经典的一个年代。Nick Warren 和 Jody Winston 组成了 Way Out West， 也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时间来到2000年代， Progressive House 开始从 Underground 慢慢的走向更多人， Eric Price 也让更多人开始认识这种风格。接着2010年左右 Ultra Tomorrowland EDC 开始席卷全球，去 House Mafia、Avicii、Alesso 把 Progressive House 带进大型的音乐节。
很多人也是从那个年代第一次接触电子音乐，甚至一直以为这就是 EDM， 但其实它更像是 Progressive House。发展到大型音乐节后所演变出来的新的样貌，就在 Progressive House 发展的同时，另一种 House 也正在慢慢的形成。它吸收了 Techno 的节奏，却保留了 House 的 Groove， 这就是 Tech House。它没有 Progressive House 那么多的旋律，也不像 Festival EDM 追求大型的 drop。Tech House 更重视的是节奏 bass 还有 groove， 让舞池的人可以一直的跳下去。90年代末 Tech House 其实已经存在，只是比较偏地下非主流的声音，一直到近几年 Fisher、Chris Lane 等 DJ 让 Tech House 走进了主流。如果你今天走进了世界很多夜店，很高的几率听到的就是 Tech House。就在 Progressive House 开始说故事， Tech House 开始追求 Groove 的同时，90年代还有一种 House 曾经征服全世界的舞池，它就是 Tribal House。 它的最大特色不是华丽的旋律，而是节奏。整首歌几乎都是鼓声，一层一层的往前推，让人不用想太多，身体就会自然跟着律动。当时很多的 DJ 都喜欢在半夜放 Tribal House， 光靠节奏就可以让整个舞池一起动起来。还有一件事情，很多人可能不知道，90年代到2000年代 Tribal House 和同志夜店文化也有很深的连接。很多的同志夜店都非常喜欢，因为它的强烈节奏可以让整个舞池一直维持能量直到天亮。不过到了2000年代后期， Tribal House 慢慢不再是主流， Progressive House、Electro House 开始受到更多人的欢迎。后来大型音乐节的兴起，夜店的声音也开始改变，但 Tribal House 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它留下来的 groove 节奏还有打击乐的运用依然影响后来很多的 house 音乐。所以近年 Afro House 开始流行，很多人第一次听都会有一种好像很熟悉的感觉，就好像是回到了 Tribal House 的年代。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问，所以 EDM 到底是什么？其实 EDM 就是 Electronic Dance Music 的缩写，中文就是电子舞曲，所以它不是一种曲风，而是一种总称。就像运动里面可能有篮球、足球、棒球， House 音乐也是 Electronic Dance Music，这是 EDM 的其中一项。那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一听到 EDM 脑中想到的都是 Martin Garrix、Avicii、Hardwell？ 因为2010年左右 Ultra Tomorrowland、EDC 等大型的音乐节快速爆红， Big Room、Festival、Progressive、Electro House 成为那个年代最流行的声音。久而久之，很多人开始把这些音乐直接统称了 EDM。
EDM 是，但其实 House 从来没有消失，它只是一直在进化。回头看 House 从芝加哥的一间夜店开始，40多年来一路长出了不同的样子 ，Deep House、Progressive、Tech House、Tribal House、Afro House， 以及更多新的分支。House 其实从来没有停止的进化，而我自己很幸运，亲身经历了电子音乐一路改变的年代。我开始当 DJ 的时候，正好是电子音乐百花齐放的年代，从 House 到 Progressive House， 再从 Trance， 再到 UK Breakbeat， 一路走到今天，我喜欢的曲风也一直在改变。但回头看 House 始终是我 DJ 生涯里最重要的起点，也是陪我走过很多重要时刻的一种音乐，所以我一直希望透过这个频道把这些音乐背后的故事分享给更多人，让更多人知道电子音乐不是只有 EDM， 它还有很多值得被认识的文化。最后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最喜欢哪一种 House？ 还有哪一种 House 是你希望我下一集介绍的？欢迎在今天的节目下方留言告诉我。我是 Cookie， 如果你喜欢电子音乐，别忘了按赞、订阅爱 Cookie You， 也记得追踪我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我们下一集见，拜拜。